为了塑造自己天赋异禀的形象，这位奶狗学弟努力着。我自愿申请成为毕业考核中的主刀医师。在手术过程中坚持己见，导致数目大量失血。病人在手术台上犯下错误，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。他抓住我未婚妻的一脚，试图找借口，声称这是他第一次，心情太紧张。输了比赛的学弟得到了未婚妻和学妹的温暖，他们宠溺地安慰他：“别气馁，手术也并非100%都能成功。”我坚决不放过，这是人的生命，不是你随意处理的猪皮。你不听劝告，却导致了人的不幸丧生。学弟感到受辱，决定登上天台，以死来赎罪。我没想到我的未婚妻和学妹会生气，结果我却成了他们发泄情绪的对象。我的未婚妻故意说谎，把我当成了他学弟的替罪羊，被迫向亲属支付大笔赔偿款。引导舆论是学妹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她善于煽风点火，让观点在社交媒体和讨论中引发热烈的讨论。我被人肉搜索，最终我陷入了精神错乱的疾病，在深夜失足落水，终结了生命。我重生后，我又回到了与学弟一同进行手术的那一天。在心电图计的静谧嗡嗡声中，一道鲜血般的线条蔓延向天空。病人突然出现严重的出血情况，血压迅速下降。陆怀川慌乱地放下手术刀，站在我未婚妻柳如烟身后。第一次主刀的紧张让我不知所措。陆怀川术中失误，导致手术失去节奏，整个过程瞬间陷入混乱。原本预计能存活的患者，最终却因此失去了生命。靖远的家人闹得医院里乱作一团。在息事宁远的压力下，我的未婚妻毫不犹豫地拉着我挡住了枪火。我被迫离职，需要支付给家属大量赔偿款项。我最终在冰冷的河水中离去。在那最后的几秒里，我内心充满了不甘。明明一切都是陆怀川的错，为什么要我承受这一切？我怀着滔天怒火重回他放下手术刀的那一刻。这一次，我决心将他们统统置于灭顶之灾，为上一世的我报仇。一团乱中，我接过手术刀，有条不紊地安排大家恢复节奏，分析出血点，捕捉执行止血。取出肿瘤后，我命令二柱缝合伤口。手术服被血污和汗水浸透，我仿佛刚从火海中挣扎而出。众人惊讶地注视着我，手起刀落，动作一气呵成。陆怀川站在一旁，甚至忘记了恐惧。手术出了差错，难度突然增加了几倍。大家本来还希望教授过来挽救，没想到我居然挺了上去。掌声清脆，满载着上世纪的愤怒。我毫不留情地击向了陆怀川的脸颊。我把陆怀川扇倒在地，他瞪大双眼，惊讶地看着我。我生气地脱下手套砸向他，责备他固执己见，并私自扔掉刀。你是想害死病人，还是害死我们？学长，我只是太紧张了。陆怀川的嘴角带着些许不甘。我也是第一次做主刀，学长何必这般对我？陆怀川自进步以来，我便意识到他善于将自己打造成天赋异禀的形象，以此赢得大家的喜爱。然而，每当惹上麻烦后，他总是以一双无辜的眼睛寻找借口，试图模糊事实真相。但这次不同，涉及的是生命。我让柳如烟闭嘴，我身为长辈，有责任教训我的后辈。你有什么资格插话？难道将来他在手术台上出了岔子，你愿意替他承担后果吗？学妹主动站在我身旁，试图帮忙。学长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误而已，毕竟怀川也是第一次嘛。我不会再说话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学妹呆立不动，我第一次对她发火。你何必这么强硬，咄咄逼人？我冷笑，这可真是一场手术。你们作为有经验的医生，竟然不把病人放在首位，反而把安慰他当做手术后的首要任务。假如我没有及时做出反应，你认为我们会继续默默站在这里吗？不去指责陆怀川的过错，反而指责我，难道非得有人在手术台上丧命，你们才能意识到这是有多严重吗？学长，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，不给他机会反驳。上课不认真听讲，实践也不用心。你们既然同意让他来主持项目，我看你们也有点问题。别提什么第一次了，既然自认为有过人天赋，那为何还会犯错呢？他这么做是想拖累我。我把手术记录单放在桌上，今天要惩罚陆怀川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此刻我充满怒火，对那个恶鬼毫不留情。大家看到我愤怒的样子，一时间谁也不敢靠近。我把钥匙丢下，冷冷地对陆怀川说：“这个月你必须加班加点，在实验室继续练习技术。如果技术不过关，就不能参与手术。如果我发现你偷懒，惩罚会加倍。”说完，我整理好手术记录单，准备交给医务科。柳如烟突然阻止了我，态度坚决：“这次手术归怀川负责，主刀医生就是他，你不能把他换走。”我冷笑着转身，目光落在满是悲伤的陆怀川身上。一个缺乏道德的人，难道也配称得上主刀医生吗？强势文明。我打断他的话：“医生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，做得好才配得上医生这份职业。他现在连最基础的切口都做不好，你还想在主刀上写他的名字？你是不是不太清醒？希波克拉底誓言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”柳如烟在原地被呛住，无法反驳。陆怀川的双唇颤抖，手指紧紧抓着座椅。学长，你这么说，我感觉自己太过分了。我哈哈大笑，当我接受手术时，你们在忙些什么？心里明白。如果你想要主刀，就该有足够的能力。他随后指向了一旁默不作声的陆怀川。如果你不在实验室好好训练，这辈子都别想进手术室。我在更衣室换上了干净的医师服。就在这时，刘医生突然冲了进来，一副慌乱不安的样子。他焦急地说：“不好了，主任，院长回来了，我得走了。”院长怎么会这么突然的？不是去外地参加座谈会吗？柳如烟打电话将院长请回。陆怀川仍是他的关门弟子，预计此次他将大发雷霆。我冷哼一声，加练技术总是拖拖拉拉，简直就是本事歪到他姥姥家了。刘医生焦急异常，你最好尽快离开，可能会遭遇危险。很遗憾，我一踏入办公室就被院长怒斥了。姜世文跪在我面前，眉头紧锁，嘴唇紧闭，半晌才开口说：“你长本事了是吗？怀川第一次主刀，你竟然没有提供帮助，反而像事后诸葛一样。我把他交给你是想你欺负他吗？这样的品行还配称得上前辈吗？还通知医务科是要他成为笑柄吗？”
我冲着盛怒的院长笑着问道：“院长，您认为陆怀川配得上这身衣服吗？”学妹突然打断了我的话，说：“学弟虽然是第一次主刀，但在术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，只是因为紧张。谁能保证第一次主刀不紧张呢？”结果学长却误解了学弟的能力，学弟确实被误解了。柳如烟气愤地说：“石文，你太过分了！罚怀川加班练技术还罢了，竟然不让他参与手术，并且连那衣栏上都不允许写他的名字。怀川实在太受委屈了。”院长脸色阴沉，我走上前解释说：“我并不是说不添加他的名字，而是我是主刀医生。”院长打断了我的话，然后猛力地扯下了我的工作牌。江世文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当上了副主任医师，就在科室为所欲为。陆怀川是我带的学生，我比你更清楚他的情况。你的处罚已经越界了，谁给你的权利去这样做？江世文滥用职权，违反规定，已经被停职并越狱。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院长说：“你可以走的时候，抬脚摔门狱里。”停职的消息突如其来，让我目眩神迷，无法控制的颤抖。想不到尊敬的院长竟然连一句解释都不肯听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毫无根据地给我加上了罪名。我正朝院长走去，打算拦住他，没想到我被学妹和未婚妻一起挡住了。我泪眼望着熟悉的背影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。他们紧紧控制着我，我被牢牢束缚，难以自拔。学长、院长呵，你们多年来的教导如山重叠，你竟然还要违抗？难道你是不尊重院长吗？学妹对我冷淡，但院长曾倾心示范手术操作，成我楷模。如今他却招待陆怀川签署手术单，认真抓牢，别给心怀不轨者夺走。院长，我感到非常愤怒和受伤，我无法接受对那次手术的指责，因为我亲自进行了手术，并且我没有犯任何错误。院长黑成了脸，你想抢功到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变得满口胡言了？既然不接受惩罚，那就直接辞职吧。我正急着要解释，忽然门口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唤，一个身穿白衣的人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但请稍等，我有证据。陈北科是我的发小，如今已成为一名著名的骨科医生。柳如烟和陈北科一直水火不容，但他还是不断地挡住陈北科。陈医生，这不是你应该操心的事。陈北科皱起眉头，不太同意地说：“我若置之不理，江医生可能会承担更多责任。既然大家都认为陆怀川技术过硬，那失误可能只是因为紧张。”陈北科拿出手机说：“看看这些东西，一起瞧瞧吧。”办公室外的围观群众被里面的喧嚣声吸引了过来，现在聚集在办公室门口，透过门上的窗户紧盯着陈北科投屏的视频。手术视频，我吃了一惊。陈北科，手术室里的监控不是早就坏了吗？你这个视频是从哪里来的？陈北科耸耸肩，毫不在意地说：“这其实是我记录自己手术过程的视频，本想当做教训，不料不小心也拍到了你们旁边的手术过程。”陆怀川站在手术台前，不安地颤抖着，他多次错拿手术刀面对着病人的身体。陆怀川执拗地无视他人的劝告，错误地坚持着错误的定位，导致项目遭遇了严重的资金流失。慌乱之中，竟然失手将手术刀抛弃，紧接着便扑向了柳如烟的怀抱。我听到同事们在议论他在干什么呀？怎么能在那里下刀？还待着干什么呀？止血啊！既然犯了错误，就应该想办法加以纠正。手套已经不再保持无菌环境，请不要再触摸器械。连这样基础的常识都不了解吗？没多久，金代胜便接替了他。哇塞，江主任真厉害，刀法如此精湛，临危不乱。这种高难度的手术，除了教授，没人能行。没想到江主任胜过一切，真是出乎意料。太棒了！办公室外传来了掌声。店长惊讶地看着我处理陆怀川的失误，感到十分惊讶和震惊。办公室外传来尖锐的声音：“幸好是江主任，否则这次手术可能就泡汤了。”真是让人无语。想想，如果是别人和陆怀川搭档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整个医院都会陷入混乱。之前还以为他有多聪明厉害，结果原来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啊！不只是不让他停职，还要解雇江主任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，让我感到非常气愤。院长脸色逐渐阴沉，伴随着舆论的不断升温。学妹一脸怒气地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向在场的众人发难。她认为闲言碎语不如多花些时间检查房间。我微笑着向前走去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学妹啊，你有什么资格指导同事做事呢？或许你也需要更多经验才能发表这样的看法。他一直是院长的得意门生，从未有人敢在众人面前如此伤他的自尊。你觉得事情还不够复杂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把精力放在手术台上，而不是在一旁唠叨。你说别人喜欢惹事，真是有意思。院长脸色铁青，停下了我的学习伙伴和我。院长发了脾气，大家都不敢说话。但事实上，院长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。他咬着牙开口说：“都散了吧，让我们都忙碌地继续前行吧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。院长消失后，我喉间一阵干涩，心里仿佛失去了某种支撑。他简洁的一句话，将陆怀川坦白地包容在了怀里。陆怀川犯了手术判断失误，按常理他应受惩罚，那些与他同流合污的人也不该逃脱惩罚。然而他却逼我承认错误，要我全部承担过错。我颤抖着握紧双拳，一脚被深深地打入了心头的折痕。在一片肃静中，陈北科穿过人群，从陆怀川的手中夺下单子递给我。诗文，该你的了，别让人把功劳抢走了。陈北科刻意地强调了后面几个字的发音，意味深长地瞥了陆怀川一眼。陆怀川感到不满，只是因为我昨天休息不好，状态有点差而已。我也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学长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要连累任何人，也从未有意抢夺别人的功劳。陆怀川这个大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起来。陈北科笑着说道：“陆怀川，别假装了，你的小心机骗得了院长，骗这两个傻瓜也就算了，你还想骗我吗？我剑南绿茶技术2年前就达到了巅峰，你这样算计实在没必要。”陆怀川气得满脸通红。你竟然……我目光一冷，犀利地反问道：“是吗？没考虑过给别人带来麻烦？”
没想过觊觎功劳。好，那么我问你，你明知我原本应该主刀那场手术，为何当院长要求你签字时，你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呢？手术中丢掉手术刀的责任谁来承担？我们都参与其中，这难道不是相互牵连吗？陆怀川张开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却未能找到反驳我的言辞。学妹见到陆怀川受委屈，便出言劝解：学长，院长都说了，这事已过去了，何必再提呢？况且怀川身体不舒服，你也别太过逼人。我打断了学妹的话，这不关你的事。你毫不客观地支持陆怀川，别怪我不顾同门情谊。说完，我跟着陈北科离开了现场。陆怀川的行为被广为传颂，医院内外都在议论纷纷。他那被吹捧的天才形象一下子土崩瓦解，大家纷纷观看了那段视频，顿时豁然开朗，明白了他一些不合常理的举动。他平日依仗天才的形象和充裕的财力，骄傲地看待他人，如今众人议论纷纷，想要一睹他的笑料。难道他就是唯一的天才吗？我觉得愚者和他差不多，整天吹嘘自己有多牛，结果连基本的技术都掌握不好，却假装自己深谙其中，整天装模作样。要是不懂就好好学，不要故意凸显自己的形象。医生几天前误配患者药量，险些导致患者丧命。这种人还能继续从事临床工作，实在令人感到不安。他们是如何通过考试拿到医师资格的？真让人费解。我毫不理会这些谣言。我把手术记录单发给了审查考官，这是线上理论考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只要通过这最后一关，我就能成为合格的外科三手。我为了这个机会准备了3年，报告很快通过。线上理论考试也快开始了。正在答题时，我的门被拍得砰砰作响。陆怀川站在门外，大声说道：“学长，我错了，请听我解释一下，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我保证这次我会勇于承认我的错误。”刚说完，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由于陆怀川的敲门声，我在几道题上分心答错了。这次考试对我至关重要，毕竟我已经为此努力多年。陆怀川应该了解这一点，我一定要取得好成绩。我专心应付最后几道问题，然后站起来开门。我猛地抬脚，重重踹在陆怀川的腿上。无耻！你明知道我在考试，为何突然敲门？想让我分心吗？我把陆怀川踢倒后，他顺势坐在地上，双腿伸直向前。同事们面露复杂表情。我曾提醒过陆怀川江主任要在考试时注意，但他却置之不理。现在出事了吧？陆怀川委屈地哼唧了一声说：“对不起，学长，我并没有故意的，你并非有意而为，科室里无人不晓。今日为评估之时，可向身旁同事询问，是否得知？在医院一手的岁月里，考试何时进行，你竟一无所知。”我凝视着你，你说你是来给我解释的，那就来吧，我在听着。我愿意仔细聆听他的解释。陆怀川放下了手中的武器，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抓住了我的手臂。学长，事情并非你所想的那样，大家对我的误解已经根深蒂固，我从未想过会牵累到你。我稍稍后退，摆脱了他的手，但你刚刚又把我卷入了困境。你这样的人，无论说什么解释，我都不会听。我摆了摆手，示意四周的人散开。我们已经工作时间了，聚在一起闲聊是要受到罚款的。众人匆匆离去，只留下陆怀川一人站在原地，泪如泉涌，宛如风雨中流浪的孤狗，凄凉而可怜。陈北科走到我身旁，转过头问道：“石文，你不参加考试，为什么在这里？他又去哪里闹了？”我对陆怀川的故事听得太多了，他就是个喜欢戏弄人的家伙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将陈北科拽进了办公室，并随手关上了门。他一边站在窗边，一边时刻关注着外面的情况。不久之后，柳如烟来了，他竟然这样说我，还含沙射影的把我比作细菌，太过分了。柳如烟轻轻地走到了陆怀川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背：“别担心，这件事情没有让他掉进陷阱，我们还有机会击败他。”我不禁笑了笑，他在我重要考试前捣乱，这一定是柳如烟的所作所为，毕竟妻子最了解丈夫。我猜想这背后可能还有学妹出谋划策。我早就提醒过学妹，医院考核是重中之重，关乎提升个人和站稳更高的舞台。她理应明白这考试对我有何等重要，却让陆怀川找到机会来打压我，企图借此阻挠我的考核成功。哈哈，他们太小看我们了。我看到他们只在表面上动动手脚，真期待他们下一步会用出什么花招。我正在与陈北科聊天，同时向网上提交最后的审核资料，突然门被人踹开了。我突然感到惊讶，差点按下了删除键。我生气地问：“谁允许你踢门了？礼貌都丢到狗肚子里了！”学妹一脸阴沉：“怀川不见了。”